他的这个微笑啊，也特别神秘，感觉他在任何一个角度都在凝视我。哇，我看到古墓丽影那棵树了，这里也曾经是古墓丽影的取景地，梁朝伟的树洞也在这里。这就是完整的印度教的林扎跟尤尼。你们知道吗？当时这些孔洞啊，全是镶满了宝石。有人说是火葬场，也有人说它是表演的一个场所。这是吴哥王朝历代君王当时就站在这边，检验了他打仗回来的军队。你们知道这12座石塔它的具体的作用吗？说出来可能会吓坏你们。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林，我现在是在柬埔寨的暹粒。暹粒这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古迹是吴哥。然后呢，我们最近2天啊，一直在探访吴哥的古迹，从它的初创到繁荣，然后再到鼎盛。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到达鼎盛之后，吴哥又经历了什么？到达鼎盛之后，他们出现了一位君主叫舍耶拔摩七世。这个国王他原先是不想当国王的，他让位了2次，最终呢还是在60岁的时候登基，然后9岁的时候退位。很多人称这位国王啊是银发国王。还有一点啊，吴哥王朝之前是信仰印度教的，自从这位国王之后啊，开始信仰佛教。那舍耶拔摩七世呢，可以说是把高棉的微笑深深地印到全世界人们的心中。所以现在咱们一起去探访一下舍耶拔摩七世。前方就是巴扬寺，也是巴戎寺，特别壮观啊！一共是216个佛陀。我现在来到的是巴戎寺，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座寺庙啊，跟前面都不一样，是吴哥历史上最后一座国寺。然后呢，舍耶达摩七世当时是把印度教改成佛教，它有54座塔，每一座塔呢有4面的舍耶拔摩七世的整个佛头，因为他根据他自己的脸做了一个微笑的佛头。现在啊，这个佛头已经被盗走很多个了，会在很多国外的博物馆看到这个高棉的微笑。逛巴扬寺就比较轻松了啊，它没有什么7座海、7座高山，也没有一个非常高耸的，就是要爬须弥山这样的一个动作，它整体是比较平缓的。我觉得这个国王是一个非常佛系的国王。前面说到他是2次让位，60岁才登基，可见他对于这个王位啊，并不是特别的看重。他是在吴哥鼎盛时期之后，走到了鼎盛时期之后，会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繁荣时期的一个君主，版图已经扩张到最大了，而且在跟越南的战争当中啊取胜，已经奠定了就是吴哥时期100年左右的繁荣。但是啊，他这个却是一个非常开悟的一个国王，他更关注于人民百姓的生活，而并不是说一直要对外扩张。这个可以从他的国字当中的壁画当中体现出来。他的壁画大部分表现呢，并不是非常宏大的事实，而是人民百姓的非常平实无华的一个生活。据说啊，当时的军队当中，他们有刻画一个中国人的形象，是不是这位啊？就头上有揪揪的中国人的一个形象。就是当时呢，中国有帮助高棉人啊去攻打占族，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他描述的战争的场面，已经并不是说歌颂自己多么伟大，而是如实的记录当时战争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看到这座寺庙当中，它并不是完全的佛教化，并不是说抛弃掉印度教的东西，而是它继承了一点印度教的东西，但是同时又弘扬了佛教。这个回廊走着走着走着，看着看着，突然间一抬头，就看到这个微笑的佛头的脸。他的这个微笑啊，也特别神秘。他好像在知道，就是他们国家在后来会发生一些内战啊，一些红色高棉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感觉他在任何一个角度都在凝视我，都在向我微笑。这个时候的舍耶拔摩七世啊，他的内心的欲望逐渐沉淀升华成安静祥和的微笑，就象征着国王的慈悲、慈爱、慈祥和慈德。这里原先也是有着佛像的位置被偷走了。
那个时候，我想他们经过了很多战争，不断的扩张自己的领土。其实战争呢是没有绝对的赢家的，因为战争劳民伤财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舍叶达摩其实可能更多的考虑的话是人民生活的问题，想让民心啊逐渐回流到国王的一个中心。像这些啊，我感觉都是比较生活化的。你看，3个人挑一个担子，那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一些生活的场景。它这个壁画呢，它中间这一层啊是一些生活场景，然后下面这一层呢依旧是军队，然后上面这一层呢就是皇帝。对于生活场景的雕刻，在吴哥的寺院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只有在这个寺院里面有。这个壁画里面讲的是当时的打仗2个军队啊，一个是高棉军队，一个是长婆军队。当他们遇到毗湿奴的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就共同去祭拜毗湿奴，停止战争。可以看出，其实信仰是高于一切的啊。在1000多年前，这个国王活到了90岁，哇塞，太高寿了吧！1000多年前的人活到90岁。这个寺庙比较难走，它不像其他寺庙规规矩矩的。在这里就是要爬来爬去去看这些壁画。他们从吴哥时期最鼎盛一直到现在变成了最穷的国家之一，其中经历了真的太多的事情。他们先是吴哥时期国力衰退，河道淤积，整个吴哥城空了，很多人现在是个未解之谜，不清楚他们是因为战争而放弃这块地方。如果战争放弃这块地方，还是有一些人存在的，对吧？他们有些人就说，可能当时是因为一场瘟疫，所以他们把这个首都移到了现在的金边。所以下一个我们要去的是这个国王他为穷苦的人民建的一个医院。他已经开了10来多公里了，还有6.2公里。在吴哥地区游玩，基本每天都要骑一个20-30公里吧，都是至少的。电动车这个续航我看了一下是80公里。老板说，60公里是没问题的。大家看一下我身后是不是特别漂亮？我现在来到的是涅槃寺，传说啊，这个是舍耶跋摩七世建的一所医院，而且它是为穷人建造的一所医院。走过这个长长的木栈道，这两边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库。在舍耶跋摩七世的时候建了一个水库，大水库。我们传统理解的医院就是有医生，然后会有这个配药的人员，对吧？就是要么就是吃药，要么打针。当然以前是不可能有打针的，就是配药。但是呢，这里呢，治疗的方式会非常的特别，他们是通过沐浴的方式来进行治疗的。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啊，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呢，也都有药浴这个说法。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由几个水池组成，中间这个特别大。当时可能就是医术啊什么各方面就不是特别发达，人们会相信啊神可以治疗他们的疾病，所以啊他们会用一些药材，然后放在出水口，然后去沐浴，以此呢来减轻自己的病痛。这个是地图上面显示的它的一个结构，中间是一个大水池，然后旁边有4个小水池。现在这座医院寺庙是在修复当中，这上面应该是雕刻的一些治病救人的一些浮雕。哦，一个人去医生那边领了药之后，然后去泡澡。他们那个时候相信啊，就是这个水能够洗去身上的疾病，洗去身上的污秽。中间那个尖塔不能够过去，我听解说呢，上面是有雕刻一个悉达多太子。你们知道悉达多是谁吗？他就是释迦牟尼。悉达多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太子，然后呢，算命的就跟国王说：“你这位太子啊，以后是要出家的。”那国王听到了就非常恐慌，所以呢，就一直把悉达多太子就是关在皇宫里面。那突然间有一天呢，悉达多太子出来了，然后看到了人世间的疾苦，所以呢，他马上就立地成佛。但现在这些水池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是比较脏的。在过去那个时候用来治病的水啊，我估计是特别的干净，因为在其他地方你看到的水都混合着泥沙，而这个地方的水呢，可能是经过净化之后，所以呢特别的干净。在舍耶跋摩七世之前的很多建筑啊，大家都看到了，都是高耸的，非常高大的。
你会看到舍耶跋摩建的很多建筑啊，包括他给自己建的国寺都不是很高。然后呢，像这个医院呢，它是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所以我会觉得舍耶跋摩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君主，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国王。现在到这个寺庙是舍耶达摩七世给他的母亲所建的一座寺庙，可以看到寺庙的门口啊，有他的一个佛头，也是一个微笑的一个表情。你们知道吗？这个寺庙曾经非常非常的庞大。你们看现在这个寺庙，它是一个长1000米、宽700米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建筑。如果说是把整个寺庙全部都囊括进来啊，在塔布隆市周边啊，以前是一个小城市的存在，大概是生活着8万多人，而寺庙里面呢，就是有12000多人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啊，当人们发现塔布伦寺的时候，这边布满了树木，可以说是树木跟这个建筑已经长在一起了。这里也曾经是古墓丽影的取景地，梁朝伟的树洞也在这里。这个寺庙是印度慢慢修复的，进来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可以说修复这个寺庙的时候啊，并没有把就是缠绕在寺庙上面的树木全部都清理掉，全部都砍掉，而是保留了一个发现它时候的一个样子。因为战争，然后被废弃，然后最后又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它本身的这些石块啊、石材啊，也是取自于大自然。可以想象啊，在最早以前，这边都不是树林，都生活着这边的居民。在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当中记载，这边的居民以前居住的是一个木头房子，还有稻草的屋顶。整个吴哥从废弃它的1431年到发现它的1860年，有400多年的时间。这400多年里，这些大树就跟这个建筑长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说幻灭啊，并不是说建造这个寺院的时候啊，它是一个王朝的末期，而是说它记录了一个王朝衰败后的一个进程。这些树木呢，就是最好的见证者。人什么时候会感到对于就是说死亡的恐惧？就是看到原本好端端的东西，突然间它好像没了，突然间它好像已经走到了末期。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塔布伦寺这个整个吴哥王朝在那400多年的岁月当中所承受的一些东西。进来这个就是寺里面，这以前也是一个佛教寺庙，后来又被改成印度教的寺庙。以前一尊尊都是放着佛像，佛像是属于大乘佛教的。看到这些树木了吗？盘根错节，就已经把这个整个建筑给摧毁。这些树木的之前的种子呢，是在鸟的粪便里面，然后鸟呢把它拉在了就是岩石的间隙，这些间隙有一些泥土，然后这些泥土呢又促使它发芽，发芽之后呢就慢慢的长大，最后把这个建筑给撑开，给压垮。这个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它可能不是一瞬间形成的。今天我们回过头突然间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觉得很震惊、很惊讶，觉得好像就毁灭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一瞬间形成的，长达400多年的时间，而且它这些树还是活着，还在不断的生长当中。最初发现这边的人肯定也是非常惊讶，所以把这些东西都保留了下来。这是一根树根在墙上，你看看这里，这些树根像不像蛇？而且以前发现这里的时候啊，估计就是没有这么清楚的会把这个门框给显示出来，很多小的树枝把这个整个都包裹在一起。现在是清理出一个建筑大致的样子，又不破坏这些树木。上面的一个个佛的位置都是被清除掉的，而这个印度教的女神是被保留下来的。这里面说的是修复它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拼图游戏。哇！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不知道树木的根系有这么大的力量。感慨感慨，非常的粗壮。它特别像啥呢？像一个鸟的爪子，然后罩住这个建筑物，里面都是用钢条给它固定住了。以前这里肯定是不是这个门露出来的，这个门是清理掉一些小树枝，看这些小树枝被砍掉了。我人要是站进来的话，哇，也会被它给吞没啊！我被树木吞没了，就是这么的可怕。塔博伦寺也是一个没有一个中央虚拟山的一个造型，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佛塔。舍叶达摩七世是不是传递出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并不觉得神是必须要高高在上的，而是一种众生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他改信了佛教嘛，印度教是有种姓制度的，而佛教是并没有种姓制度。像这些旁边估计都是一些佛教的元素，现在都把它清理掉了，剩下中间这个是金翅鸟。哇，这里面好黑啊，好昏暗。哇，我看到古木丽影那棵树了。这棵树都是一些小小的根系，不过也是特别发达。此刻我词穷，没有语言。来看一圈。现在还能听到很多鸟叫声。你们看这棵树跟我的人比一下，太壮观了。这里就是古木丽影的一个取景点，整个大树呢已经把这个整个建筑已经吞噬掉了。哇，这个是另外一棵树，像蟒蛇一样。这个看他听介绍说是叫木棉树。好的，咱们塔博伦寺的行程又到此为止了。我们也看了舍叶达摩七世好几个作品，从他自己为自己建的一个国寺，然后为他父亲所建的寺庙、母亲所建的寺庙，还有一个医院。在展讯的吴歌之美里面啊，把这一任国王他所建立的这些东西叫做领悟，就是说繁华之后到他鼎盛之后，他仿佛能够悟到一点东西，他仿佛能够看透了一些东西。所以在整个吴哥王朝的历史上，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两个国王，一个是朱丽叶拔摩二世建立了吴哥窟，第二个就是舍叶拔摩七世。大家好，现在来到的是一个叫圣剑寺的地方。圣剑寺啊，那肯定是有一把宝剑的，对不对？在舍叶达摩二世的时候，是有一把宝剑放在这里，而这把宝剑呢，就是每一任皇帝在继位的时候啊，都必须要拿起它，有点像是咱们的玉玺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圣剑寺最初的建成呢，是舍叶达摩七世给他的父亲所建的，另外也有给他母亲所建的塔布隆寺，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石柱呢，因为当时它是融入了一些佛教的元素，然后上面是莲花花苞的造型。在舍叶达摩七世之后的那个皇帝呢，又推翻了大乘佛教，所以呢，当时把很多佛的元素啊全部都毁掉了，又称毁佛运动。这两个字实在难念，对于一个福州人来讲，毁佛运动，可以看出舍叶拔摩七世还是一个孝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给自己修建的寺庙啊，是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耸，也比较小一点。但是他给父母修建的寺庙啊，是非常的庞大。西门一样是有一个搅动卢海啊，这个是跟城门是一样的。当时修建吴哥王宫的也是舍叶拔摩七世。圣剑寺上面的浮雕保存的并不是太好，太可惜了。我有时候觉得这些东西，经历了战争，经历了时间，没有好好的保存下来。现在柬埔寨有很多就是演奏的人，他是曾经受这个地雷所害。柬埔寨在20世纪是非常悲惨的，不断的受到别人的攻打，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埋下了非常多地雷。那这些地雷呢，后面不少的他们当地人啊踩到了，然后有的呢就丢失了生命，有的呢就成了终身残疾。
然后这些人呢，现在呢，有些就会出来去演奏啊，来赚取一些费用。其实它整个寺庙的规模是挺大的，我看介绍说，它整个长有几百米、1公里呢。前面这2尊啊是达拉帕拉门神，头已经不见了，作为一个门神自己先牺牲了。这上面山形墙上面显示的是任嘎之战，大家还记得任嘎之战吗？就是猴王哈努曼跟魔王打的一场战争，然后最后哈努曼胜了，西多被救回来了。这里的蒂瓦达女神保留的比较完好啊。这个时候的女神，她下身的装饰已经不是那么的华丽了，因为不像这个吴哥窟里面那么的华丽。它是用一块布包着下半身，上半身依旧是空的。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层层的一个结构，还有好几层的围墙，然后最后到达一个中央塔。这个形状跟之前的涅槃寺有点像，中央然后2边4边。这就是完整的印度教的林伽跟优尼。其实现在已经很难得看到如此完整的了，大部分被夺走了，被偷走了。哇，这里人真少啊，又是我一个人包场了。好像听介绍说这里放的是一个毗湿奴，现在已经没有了。哎，这里还没有完全被修复好，还是散落的石块好多。所以这个寺庙就是相当于就修复到一半的样子，把这样的一个石块这么重这么巨大，然后拼起来太难了。据说这边曾经放的是罗摩和他的妻子西多，还有罗什曼那他的兄弟这样的一个像，现在呢不复存在了。你们还记得我在吴哥窟里面说的那个罗摩衍那的故事吗？就是他们3个被流放14年。可以说罗摩衍那的故事啊，前面有点像《西游记》，后面有点像宫斗剧。哇，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甚至于像这样的还无法支撑，还需要用一些木材或者是用一些干条来作为支撑。现在这个女神的表情也有点跟前面在吴哥窟所看到的不太一样，她是一个闭起眼睛的。我看介绍说啊，这一排是婆罗门修士哦，不是佛，难怪他们都有胡须。在修士前面有一些蒂瓦达女神。进来最中央的位置有一个中型塔楼，这个位置啊，以前是放的是舍耶跋摩七世的父亲，放在这边供奉。而且你们看墙上的这些孔洞啊，非常多孔洞，你们知道吗？当时这些孔洞啊，全是镶满了宝石，而且还有一层铜在外墙，现在呢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有可能是被泰国进来洗劫的时候全部都挖走了。因为泰国是第一波洗劫这个吴哥完成的，所以把能看到的值钱的宝贝全部都拿走了。All is diamond, all this diamond. Oh, thank you. Diamond. Hmm. You go smaller. Oh, smaller. 3 exit. 1, 2. The bigger. Okay. The bigger. Of the queen. 像这些宝石啊，就是中央这个是最大的，然后往后面就是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可以看出舍耶跋摩七世对他的父亲可真好啊。这些全是镶宝石的。你们知道吗？这里面有一个圣地，有一尊佛，那很多柬埔寨人呢跑到这边来去祈求他们的婚姻美满。我就不进去了。在塔布伦寺有很多这样的树，在圣剑寺也有。这些树的形成就是在鸟的粪便当中有种子，然后呢，鸟拉粪便的时候把它拉在这个石头的间隙。这里有2个门神，达拉帕拉门神，一个是代表阿修罗的，阿修罗是代表恶的，在另外一边是代表善的。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慈祥。圣剑寺也是在平地上面，不需要攀爬，不需要费力，就在平地上面。它没有一个虚拟山这样的一个造型，所以在圣剑寺就是
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门。这个女生好精美啊！这个跳舞神殿不是说以前很多人在这边跳舞，而是说它这个门框上面有这个阿布萨拉在跳舞，所以取名叫跳舞神殿。这里面有很多柱子，有点像希腊制的柱子，融合了这个希腊的建筑元素。哇，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更明显了啊！这里就更像是希腊式的立柱。之前看到的还是方的，这些立柱全是圆的。但是这个建筑的用途目前还不得而知，有人说是火葬场，也有人说它是表演的一个场所。其实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大概在12世纪的那个时候，像这样的建筑啊，在希腊罗马特别多，所以也有可能啊，他们曾经去过西方考察，也有可能西方的学者呢，把他们的一些建筑传输给这边的人。那看过了吴哥王朝最鼎盛时期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作品吴哥窟之后呢，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当时的皇帝住哪儿？我现在来到的是他们通王城的南门，皇帝呢就是住在王城里面。南门啊是现在保存最好的一个城门，但是很可惜的是啊，以前的皇宫都是用木头来修建的，所以啊现在基本上没有保留下来。那现在保存在王城里面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依旧是用石头。这个王宫啊和这个城门是当时的一个皇帝叫奢耶拔摩七世所建。这2对石头神像都拽着 Naga，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搅动如海的一个画面。印度教里面说神魔共同来搅动如海，你们知道吗？在印度教里面啊，神仙是有寿命的，所以呢，他们也有一个对于死亡的一个担忧。但是有一天呢，梵天跟他们说啊，长生不老药就在如海里面，所以啊，神魔2界就共同的来搅动这个如海。在搅动如海的时候呢，他们就用 Naga 作为一个搅拌棍，在每一个城门都有这样的一个搅动如海的一个石像。在我的左手边是上神，右手边是恶神。恶神是阿修罗，第一个是多面头的，那说明呢他的神力是最大的。还有这边会有一些比较新的，是后来翻修的。它这些修复的后来翻新的，它是刻意做的非常新的样子，就没有刻意的去做旧。可以看到现在的 Naga 的身体啊，基本上都已经不见了。上神呢，他的面部就比较的慈祥，都是微笑的状态。这个就是恶神，面部狰狞，嘴角基本上都是向下的。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神像很多都是被断了头的，因为种种原因吧，不管是泰国人后面入侵也好，还有法国殖民时期也好，后面又陆陆续续的，有些是被修复了，有些是被追回来了，太凶神恶煞了，太可怕了。我们的使臣周达光过来的时候啊，他也看到了这个搅动如海的画面，但是当时他并不懂得印度教，所以他的记录里面写的是啊，众人一起拽着2条蛇，狠狠地拽着2条蛇。那根据周达光里面书里面讲啊，当时的王城非常的富丽堂皇，虽然是用木头建的，但是镶满了金箔啊之类的，很可惜啊，木头建筑没有办法保留下来。在城墙上面有一个4面佛，这个就是奢耶拔摩七世根据他的脸所做的一个佛头的一个雕像。这个雕像啊，会在4个城门还有一座寺庙叫做巴戎寺里面出现。这个也被后人称为高棉的微笑。城墙这边还有几个大象来守护的。来，我们要驶进南城门，进皇城来看一看。推测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曾经是王宫的所在地，但是呢，现在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当时王宫它是木结构的。现在到的是王宫前面的一个站象平台，这个大象的鼻子它并不是完全直的，而是有一点点幅度，那说明它这个是柔软的。以前这个象台啊，主要是阅兵时候使用的。当军队打完胜仗之后，从胜利门进入，就会直接到这个大象平台前面，然后军队就是浩浩荡荡的会在这里
摆开。另外呢，这个象台呢也是在皇宫前面一点，所以呢也起到一个保卫皇宫的一个作用。走上去，哇，这个楼梯都有点斜。这个是阿帕沙拉女神。这个象台建筑的时间比较晚，大概是在13世纪。这是吴哥王朝历代君王当时就站在这边，检验了他打仗回来的军队。外墙上面的浮雕像，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几只大象，然后应该是人坐在上面，或者是神坐在上面。他们连象的鼻子的纹理都做得出来。站象平台呢有分南跟北，这个是南，然后沿着这个长廊都是站象平台，一直到那个地方都是。这里是站象平台的中央台阶，下面的雕塑有点意思，我看到有一些金翅鸟，有一些阿修罗都在举的这个平台。这个就是金翅鸟，毗湿奴坐骑，这有点像猴哥、哈努曼。这个是不是就是阿修罗啦？这个是站象平台的北边，看这个象鼻，它略略的弯曲，然后卷起浪花，旁边就是飞舞着阿布萨拉女神。我后面这个建筑啊，就是赖王平台。至于赖王平台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它建于什么年代，目前啊还是一个谜。有说它是一个火葬场的，用来专门就是给皇室的成员进行火葬用的。因为当时平民百姓啊死后就是埋在土里面了，然后只有皇室的成员才可以火葬。但是这个说法有点牵强，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赖王平台就在皇宫的前面主干道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很可能以前倒塌过，然后又建起来的。据说在这个赖王平台上面供奉着亚玛。亚玛是谁呢？在我们的理解就是阎罗王，他是一个死后的一个审判官，审判你要去天堂还是去地狱。这个就是赖王平台上的亚玛，大家注意到没有？他是全身赤裸的。在吴哥的很多神像当中，最多啊，他下半身都会穿，但是呢，这个神像呢，它是全身赤裸的。好了，朋友们，在我身后啊，一字排开是12座石塔。看到了吗？12座，在地图上面很多地方把它翻译成12生肖塔。你们知道这12座石塔它的具体的作用吗？说出来可能会吓坏你们。据说啊，这12座石塔是执行一个天狱。啥叫天狱呢？就是古代啊，他们没有非常健全的司法制度，当法庭无法判断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没罪的时候，就把原告啊和被告一起关到这个下面的石塔当中，一人关一座。那谁先死掉呢？说明就是上天已经惩罚他了。这个就是天狱，就是说人决定不了的事情，交给天来决定。这个细思极恐啊！如果我是一个原告，我告另外一个人偷我东西，然后我还要被关到这个塔里面，想想就好可怕。看看这12座石塔。这12座石塔呢，就是雕刻并不是很精美、很精细，是用红砂染做的，外面有涂着灰泥。天狱在周达观的《征纳封土记》当中也有记载，所以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走累了，买了一个椰子。哦。这个肉质还可以啊，一会儿还可以吃肉。就在这个站象平台、赖王平台，还有12石塔，这里有一个小卖部，就是它的景区旁边啊，都会有这种小卖部。爽！喝完了椰子汁，吃果肉，用这个椰子皮啊削一点当勺子。当年周达观作为间谍，在回去的时候。就本来元朝他是想要攻打这个东南亚这个地区的嘛，他回去的时候，然后就跟上报说不容小觑。他其实是跟咱们当时元朝啊差不多繁荣的一个地方。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2国柬埔寨，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咱们下个视频见吧。